赛斯谈内在感官的种类。一、内在振动性触觉。内在振动性触觉是一种内在感知，使我们能够感受和体验不同事物的基本感觉和情感，就像身临其境一样。以下是这段文字的详细解释。赛斯描述了内在振动性触觉的感受方式，比如想象一个人站在一条街道上，能够感受到周围每一棵树的基本感觉，甚至包括人、昆虫、草叶等。这种感官使我们能够进入到其他事物的体验中，就像我们现在感受冷热一样自然。赛斯强调，内在振动性触觉与心领神会 （empathy） 有一些相似之处，但更加生动和直接。这种感官的特点在于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他事物的情感和感受，就像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一样。作者分享了一个例子，描述当他感知到一位朋友陷入情绪化的亢奋状态时，他使用了内在振动性触觉来深入感受这种状态。在这个例子中，他能够感受到朋友在过去的经历中的阵痛感，并且进行了更深入的察觉。赛斯提到，使用内在振动性触觉需要一定的意图和慎重。我们不应该成为他人心灵的窥视者，而应该以帮助和共鸣的方式运用这种感官，帮助自己和他人更深入地理解和体验事物的感受。总之，内在振动性触觉是赛斯提出的一种内在感官，使我们能够通过感知和情感的共鸣来更深入地了解事物。这种感官能够帮助我们扩展意识，感受到其他事物的基本感觉和情感，并以有益和尊重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。二、心理时间。赛斯谈心理时间这一概念，以及如何使用这种内在感官来探索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。以下是这段文字的详细解释。一、心理时间的作用。赛斯说，心理时间是一个天然的通道，旨在将我们从内在世界引导到外在世界，然后再回到内在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并不使用这种通道，因此他们对心理时间的运用有所限制。心理时间原本可以使人们在内在和外在世界之间更加舒适地游走，同时也能让意识在内外之间休息，使正常时间变得更加持久。二、心理时间的练习。赛斯提到了一种练习方法，称为心识。在这个方法中，你闭上眼睛，将注意力转向内在，并假装自己有一个内在的世界，就像外在世界一样真实和生动。你可以透过闭上肉体感官，转向内在感官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在的世界上。你可以想象自己将肉体感官的刻度关闭，然后打开内在感官的刻度，以进入这种状态。三、深入内在感官。在练习心识时，赛斯建议我们不要被日常琐事和担忧所困扰。这需要专注和平静的心态，而不是让思绪离题。赛斯提到，经过练习，我们会开始感受到一种警觉且清醒的状态，这种状态伴随住轻盈的感觉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明亮的光或听到声音，这些可能是来自心电感应或直觉的信息，或是潜意识中的影像。四、心理时间的效果。赛斯说，透过练习心理时间，我们可以逐渐感受到与我们所知的时间分离。这种内在感官可能导致多种主观经验，包括第六感的体验、灵感和指引的出现，甚至可能包括出体旅行等。赛斯的学生已经开始掌握使用心理时间这种感官，并且将其应用于不同的情境，作为其他经验的前导。总之，赛斯描述了心理时间这种内在感官的运用方式，以及透过练习如何探索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，进而展开意识的深层探索和发展。三、知觉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赛斯 Seth 强调了内在感官对于过去、
现在和未来的知觉，以及这种感官在透视时间和洞察事物真相方面的重要性。以下是这段文字的更详细的解释。一、内在感官的层次。赛斯提到一个假想的情境，其中一个人使用了第一种内在感官，感觉到所有在他周围范围内的每个生物的单一本质。这种感受可以让他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生物的本质。然后，赛斯提到第三种内在感官，这种感官可以扩展这个经验，使他不仅感受到每个生物的现在本质，还能感受到它们过去和未来的本质。二、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知觉。赛斯指出，根据他的观点，全我 Higher Self 经常在使用这些内在感官。由于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在基本实相上并不存在，内在感官能够帮助我们超越表面的时间屏障，透视事物的真实本质。通过内在感官，我们能够了解事物的更深层次，并看到它们的真相。三、预感和内在感官。赛斯强调，任何预感都需要运用内在感官。在进行心识的练习时，我们经常会自然地使用这种感官能力。透过这种练习，我们能够更自如地运用内在感官，从而洞察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情境。四、观念的感官。赛斯 Seth 谈到了第四种内在感官，称之为观念的感官。这种感官能够让我们直接体验和认识观念，超越理智上的认知。以下是对这段文字的更详细解释。一、观念的直接体验。赛斯指出，第四种内在感官涉及对观念的直接认识，而不仅仅是理智上的理解。这种感官能够让我们完全体验一个观念，并且与观念的成分相互作用。就像思想有电性和化学性的成分一样，观念也有意识的分子和离子。我们可以通过内在感官直接体验这些观念的成分。二、练习方法。赛斯建议使用心理时间的练习作为开始，坐在安静的房间里。当一个观念出现时，不要用理智去分析它，而是用直觉来接纳它。通过这种练习，我们可以逐渐达到近似一个观念的体验。他还指出，在这种练习中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变成那个观念，从观念的角度看外在世界，而不是从自身角度看内在。三、观念的来源与发展。赛斯强调，真实的观念的起源超越了我们表面的系统，它们在我们的现实和理解之外不断发展演变。他指出，这种观念感官的运用能够让我们更自由地探索和理解这些观念。如果我们只使用第三种内在感官知觉过去、现在和未来来进行观念的感知，我们可能只会获得观念的模糊片段，而无法深入理解。赛斯的描述表明，这种观念的感官能力能够让我们超越表面的思考，直接体验和探索各种观念的本质和成分。通过这种内在感官的运用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和存在。